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中野信子所著的《脑内麻药》这本书，通过解开脑内物质的奥秘，帮助我们掌控快感，提升目标达成的动机。大家听到快乐这个词时，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可能许多人会立刻联想到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也有人可能会对快乐这个词产生一种复杂的情感。尽管有这种印象，但可能许多人仍然无法回答快乐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快乐呢？首先，通过满足食欲或性欲等生物需求所获得的快感是一种快乐。此外，通过摄取酒精、香烟或兴奋剂等特定物质所获得的快感也是一种快乐。再者，沉迷于购物、赌博、游戏或社交媒体等所谓的兴趣爱好，也是一种快感。由于这些快乐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我们实现人生目标，所以很多人认为快乐等于不好的事。然而，努力为了人生目标而奋斗，和沉迷于快感无法自拔时，脑内的化学物质其实是相同的。因此，通过了解并巧妙地操控这些脑内物质，我们可以摆脱依赖，转而实现目标并改变自己。希望大家通过了解脑内物质的机制，让未来的人生受益。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点：第一，依赖与努力的共同点；第二，多巴胺的可怕之处。首先是第一部分，依赖与努力的共同点。当我们完成某项成就并获得社会认可时，或是从朋友、家人或恋人那里听到祝贺的话语并感到幸福时，我们的脑中会产生带来快感的物质。脑内的多巴胺在大量分泌时，正是大脑感受到进食等生物性快乐的时候分泌的物质。同时，当我们沉迷于赌博或游戏时，这种物质也会分泌出来。这些场合下分泌的物质是完全相同的。那么，为什么大脑会有这种机制呢？人类作为生物，通过发展思考能力，成功的繁衍生息。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当下的需求而活着，其他动物也能做到这一点。然而，人类这种生物却是为了科学和艺术等看似与生存无关的未来目标而努力不懈的。这种智力活动有时会与眼前的欲望相冲突。比如，在过去，为了应对饥荒，人们会忍受饥饿来储存食物；而在现在，为了变得更美丽，人们会忍住不吃眼前的食物。那么，为什么人类能够做到这样的自我克制呢？这是因为为了克服这些欲望，大脑准备了一种奖励机制。当人类朝着远大的目标努力时，就会分泌快乐物质。也就是说，快乐并不是阻碍人们达成目标的东西，而是大脑为努力的自己准备的奖励。这种奖励有时甚至可以战胜生理需求，因此非常强大。一旦走错一步，人们可能会只追求奖励而不再努力。这就是依赖症或药物成瘾的状态。无论是药物还是其他事物，只要是能引发快乐物质分泌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成瘾。这可以说是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无法避免的命运。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快乐的机制，并学习如何控制它。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多巴胺的可怕之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从来没有成瘾过，也不觉得自己会成瘾，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然而，多巴胺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物质，一旦陷入它的魔力之中，可能就难以自拔。为了传达多巴胺的可怕之处，我将介绍一个与多巴胺相关的实验。这项实验是在1953年进行的，是多巴胺研究的开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2位研究者使用老鼠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对老鼠进行了脑部电极植入手术，并通过电流刺激大脑。他们在容器里安装了一个杠杆，当老鼠按下杠杆时，电流就会传导到大脑的某个部位。结果发现，老鼠以每小时7000次的惊人速度按下杠杆，这就是快乐回路的发现。此外，这2位研究者还想知道老鼠对按下杠杆的欲望有多强烈。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即使老鼠处于饥饿状态，它们也完全无视食物，继续按下杠杆。即使口渴，即使附近有发情期的异性老鼠，
他们仍然选择继续按杠杆。脑内的快乐感受比食欲和性欲这些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还要强大。甚至当研究者设置了一个机制，靠近杠杆时会给予电击惩罚，老鼠也毫不在意。有些母鼠甚至不顾刚出生的幼崽，继续按压杠杆。最极端的情况下，有些老鼠甚至在24小时内以每小时2000次的频率按压杠杆。通常自我奖励机制是在忍受饥饿、口渴等各种痛苦并努力克服时发挥作用的，因此它有时会强大到甚至可以战胜生理需求。然而，当老鼠发现只需按一下杠杆就能得到这种极为强烈的快乐奖励时，它们就会一直按下去，直到死亡为止。其他研究者还对人类进行了类似的实验，计划研究电极刺激大脑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也在精神病住院患者的治疗中研究了大脑电极刺激的效果。他曾经对一名患有抑郁症的24岁男性的大脑植入了9个电极，并进行刺激实验。当教授刺激到位于脑缝隙间的电极时，男性报告说感到了一种快感。教授随后把一个可以让他自己控制电极刺激的按钮交给了他，结果这名男性开始疯狂地按下按钮，就像一个沉迷于电子游戏的孩子一样。这与之前提到的老鼠反应完全相同，表明即使是人类也会像老鼠一样表现出类似的行为。一旦所谓的奖励型快感回路被刺激，人类也会如同着迷一般渴望这种快感。这并不是说那些不易上瘾的人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虽然依赖性因人而异，取决于大脑分泌多巴胺的量以及大脑对这种物质的反应程度，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这种依赖状态，因为大脑控制快感的机制是如此强大。我们的大脑中最能直接引发快感的物质之一就是俗称的快感物质多巴胺，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被解明，但研究表明，在以下情况时，人脑中会分泌多巴胺：做开心的事情时，达成目标时，被他人称赞时，想要开始新行动时，处于充满干劲和抑郁状态时，产生好奇心时，感受到恋爱或心动时，享受美食时。从这份清单中可以看出，似乎我们生活中所有美好的部分都与多巴胺息息相关。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多巴胺会被称为快乐物质了吧？当我们只看到药物或赌博等负面情况时，很容易觉得这种快乐状态本身是不好的。然而，当我们列出多巴胺分泌的时刻，并仔细观察时，我们会发现，在达成目标时，在开始新行动时，在充满干劲时，多巴胺正是推动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前进的力量。许多人能够多年如一日地为通过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或国家医师考试而不懈努力，这都要归功于多巴胺。狮子不会连续2年追逐同一只斑马，而人类是唯一能够长期坚持学习和研究这些看似没有直接回报的行为的生物。当我们问那些坚持不懈努力的人为什么这么做时，有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答，比如因为觉得有趣，或因为每天做这些事已经成了习惯，所以不觉得辛苦。在这背后，多巴胺也起到了作用。当多巴胺作为自我奖励机制有效运作时，我们的大脑会因为努力达成某些目标而感到快乐。结果是，无论程度如何，我们都能持续努力下去。把努力和奖励习惯化，不仅仅限于学习，还包括在健身房锻炼或每月存点钱等这些需要长期努力的事情。通常最难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旦我们的大脑记住了努力和因此获得的奖励，也就是说，一旦养成了习惯，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最后，我们甚至不觉得辛苦了。如果你有一些习惯刚开始不久就想放弃，不用担心，再坚持一下，多巴胺就会开始分泌，你也会开始感到快乐。告诉自己这一点，并努力坚持下去。精神科医生华泽子苑教授也提到了一种有效利用多巴胺的方法，那就是为自己设定目标。多巴胺是在我们开始新行动时分泌的一种脑内物质，也就是说，设定目标本
本身就是激发多巴胺分泌的一个有效途径。每当我们设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它，这个过程不仅让我们的大脑感受到成就感，还能带来一种持久的快乐。当我们达成目标的那一瞬间，多巴胺会再次分泌，给予我们强烈的满足感和愉悦感。这种正向反馈机制让我们在不断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出积极的习惯，从而使生活充满动力和乐趣。更重要的是，通过设定目标并反复完成目标，我们会发现自己不再惧怕挑战，反而会越来越享受这其中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方法，让多巴胺成为您生活中的好伙伴，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幸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